前言：射日之争后，没有围剿，和平背景。论魏公子该如何处置每天晚上都要掉下来的韩光君。正文开始。深夜，莲花坞。魏无羡的作息向来是特别规律的。躺在床上，刚过丑时，便眼皮发沉，手脚发软，困意怎么都止不住，顷刻间便能入睡。他翻滚两下，迷迷糊糊的正要睡过去，忽的脊背一抖，冷汗直冒，脚底发虚，心脏狂跳。简而言之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可他为某人实在懒得撩开眼皮，心底方才安慰自己一番，正要再睡，一重物便直直砸中了他。啊呀呀呀呀呀！一声嚎叫响彻云霄，魏无羡目眦欲裂，只觉自己似乎要口吐内脏。他咬牙切齿，怒火中烧，伸手想去找陈情，无奈被那重物压得牢牢的，动弹不得。再一抬头细看，那物状似人形，一层白色的衣料遮体，露出的肌肤莹白细腻。还未等魏无羡品评完，那物动了动，支起身来，他也正对上一双熟悉的浅色眼瞳。魏无羡，江城江晚迎江宗主闻声赶到时，魏无羡正抱着床柱，举着陈情，声音发虚且有些颤抖地吼道：“你是谁？”蓝忘机还坐在床上，也忘了起身，匆忙间身上衣物扯得更加松散，露出了小片白花花的胸膛，平日束的一丝不苟的长发披散着，微微有些凌乱，柔顺地洒在身上，配上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，仿佛他才是被欺负的那个。江城不知蓝忘机大半夜的为何突然造访莲花坞，又为何以这种不雅正的打扮出现在魏无羡的床上。他看了两眼，揪着自己熟悉的那个问魏无羡：“发生了何事？”“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他呀。”“我觉得你最好小心点啊，这东西虽然长得像蓝湛，但指不定是什么山精鬼怪呢。”魏无羡被砸得不轻，受了不少惊吓，四肢扒着柱子不肯下来。听了魏无羡的话，江城与一众门生纷纷拔出佩剑。有些狭小的屋内，一帮子指着里衣的人神色紧张，举剑对着床上疑似蓝忘机又好像并非蓝忘机的不明妖物。蓝忘机也逐渐清醒，视线逡巡了一圈，定在魏无羡身上，又发现自己此时姿势不甚雅观，下床站起，身往魏无羡那里走了2步。“魏婴，魏无羡崩溃道：“你别过来，我们这边人多。”说完，他也回头去寻人，却发现江城带着众门生后退2步，独留他一人镇守前方。魏无羡蹭蹭2下窜下来，嚷嚷道：“喂，不带你们这样的！”他闹够了，拿起陈情放在唇边试了2个音，欲召唤鬼物。蓝忘机见势不妙，连忙解释：“魏婴，我并非妖物。”他也细细感受了一番，疑似蓝忘机的妖物身上也确实没有任何妖物的特征。他与江城对视一眼，江城也摇了摇头。如他们这个等级的人物，若是有什么妖物伪装混入，不至于一丝气息都感受不到。况且他们莲花坞虽然接地气，但好歹也是个世家仙府，也不是普通妖物轻易闯得进来的。魏无羡问道：“你真是韩光君？”蓝忘机缓缓点头。为保险起见，魏无羡再道：“那我问你，15岁的时候在藏书阁，我们俩差点打起来，是为何？”蓝忘机他半晌没有说话，面色不自然起来，白皙的耳廓爬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似乎是有些紧张无措。众门生见状，刚松下去的一口气又提了上来，举剑对准他，随时准备发动攻击。江城听了魏无羡的话，思绪也回到了15岁那年的春天，好像有了那么一点印象。兰氏、求学、藏书阁，还有少年、玉兰、春达公达图。靠！江城瞪魏无羡能不能正经一点？魏无羡回瞪：“我怎么就不正经了？这件事确实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啊。”江城黑了脸。这件事确实只有他们几个知道。他抬头看了看蓝忘机，又回头看了看众位门生，嘱咐了几句，把他们遣走。这么丢脸的事儿，还是只有他们几个知道比较好。蓝忘机那边终于憋出来一字：“春，天可怜见儿的。”魏无羡挥手阻止：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了解了，我知道是你，韩光君，你别往下说了，怪难为人的。”蓝忘机面色一松，点点头，终于没能在这地方破了戒，犯了训，违背家规，说出那么不雅正的3个字来。魏无羡揉着肚子，
看着即便衣衫稍有凌乱，却仿佛正在发光，与自己猪窝一般的寝房格格不入的美人儿，脑子转了半晌，才终于想到一个似乎是最关键的问题，不是，韩光君你怎么在这里？这回倒是没再犹豫，蓝忘机立即答道：不知道。魏无羡、江澄不知道，就是真不知道了。魏无羡对蓝忘机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，不应该说是完全相信蓝忘机的人品，所以他对蓝忘机的话还是深信不疑的。所以今晚这一下，算他倒霉，只得认栽，暗自庆幸自己晚膳没有吃太撑，吃完了还出去溜溜时，不然真被蓝忘机一下砸吐了，那多丢莲花坞的脸面不是。